行吗？可以。来，小口小口喝啊。 一凡，王远明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没想瞒着你，我也知道他刚刚回来的。你复查完了？我谢谢你还记得关心我，你还是去关心他去吧。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什么样？惦记这么久，终于见上面了，还真生病了，多合你心意啊！啊，过来给他送过饭，都是一个粥几个菜的，多尽心啊！哎，你对他负责，你就不觉着麻烦，不觉着累了；搁我那儿，你就各种不爽。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，终于可以跟他再续前缘了？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啊，看你呢，你能怎么说？ 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有人来过。哦，不是，刚才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，所以我就出去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一听到你电话，那声音吓死我们了。一凡姐，你不会想不开呀？说呀，你说句话呀。他回来了。谁呀？小韩啊。那你们家王宇明呢？别问了。 亲爱的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！你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事儿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先上班去了。有什么事儿呢？你给我打电话。他们情深意切，那我让位呗。你这是要放弃啊？ 这不像你风格。也许他们俩没什么呢。什么没什么？都背着一凡在医院端茶倒水了，还叫没什么？那不也就看见这些吗？端饭伺候着呢，那算不算暧昧？非得看到俩人？行了，别吵了，行吗？我就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你俩别吵了，行吗？ 王一鸣，你想过没想过怎么解决你和江一凡的问题？你们俩就想这么冷战下去是吗？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？小韩回来了，怎么了他？受伤了。不是严重吗？雨明，你是不是到医院去照顾蒋小涵了？ 去没去？好，好，好，好孩子啊！你气死我，真的，我这儿还不理人江一凡呢。妈没事儿，你跟他给我道歉，并且这医院从今往后你不许去，你也不许管，听见没有？我觉着啊，我应该去。你敢？你去试试。 过不过你？
啊，真热呀！烫！快，叫你媳妇儿吃饭啊！您去吧。我让你叫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吃饭呢。小凡，吃饭了。你爸送的汤呀，妈都给你热好了啊，快点儿。衣服没人了，儿子啊，屋里没人了。行了，别一惊一乍的，来，你自己看吧。怎么样？哎，刚炸的豆浆，热的。哎呀，你就在我这安心住下吧，别心烦了。快，趁热喝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前啊都不觉着，我结婚以后再往前一看，哎呦，那一段段全都闪烁着快乐的光芒，每天都高高兴兴、疯疯癫癫、自由自在的。可如今，你们家麻辣婆婆电话，不接，我帮你接。不接。哎，他不接呀，这电话。亲家这回费那么大劲熬的中药，喝不了了。哎呦，不知道这小韩伤的怎么样了。你说你当初还埋怨我王宇明没跟他去，这要跟他去了，不得跟他一样吗？我知道你们男人都同情弱者，你说现在小韩吧，他是弱者，咱一凡就应该比他更弱。若一凡还是那么强势，那肯定是就等于把宇明往他那边推，是不是？一凡没有小韩强，他那是要强。这回宇明啊，算是伤着人家心了。你也了解你儿子。如果小韩病成这样，咱愣不让他去，他肯定不乐意。可是咱要是让他去了，这事儿要是江一凡知道了，哎呦，我想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又离家出走了？老金，你给我过来。为什么你现在有好多事儿都不跟我说了？是不把我当姐了吗？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我的事儿你先别操心，姐不啰嗦，找你来就说一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如果日子还想过下去，就别逃避，学会直接面对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肯定是站不起来了。你告诉我，我还有希望吗？有，你有希你望。骗人！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知道。
别要死不活的了啊！给你一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机会，启明公司的产权纠纷案。启明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个我是真舍不得给你啊，太有代表性了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呢？这个要是做好了，一炮走红，出名了。黄老大，我知道你用心良苦，可你看我现在这状态，怎么接这案子呀？就是因为你这个状态，我才给你的。一凡，有些事情不是想就能想清楚的。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说小韩那样，他们俩能怎么着啊？只要他们俩没有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来，你就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啊。不如走一步看一步，你先调整你自己。哎，我相信你能从工作当中找到力量，先把其他的事先放一放，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。到时候回过头来，你再一看你和王宇明的事儿，没准你就能处理得更好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黄老大，你难得这么认真的跟我聊我个人生活问题啊，谢了。哎，你说我要认真起来，是不是比马静和赵岩那么靠谱？太靠谱了。我不会去劝他，就让他先住在马静那儿，实在不行啊，就回家来住。上回一凡做完手术，我就跟他说过了，要再这么受气的话呀，就跟他离。您冷静点行吗？一凡这好不容易才嫁出去，你怎么能劝他离呢？当初您为了让他结婚费了多大心思，如果他要真要离了，您比现在还得急。那就先一人过呗。爸，您能不能别那么专制啊？在学校里您是江校长，在家里这么多年，您都事无巨细管着我和妹妹。但是我们俩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有很多事情就让我们自己去做主吧。您该放手了。要如果妈妈在的话，你说完了没有？妈妈会站在我这边。哎，做网站的钱打回来了。沙土软件那边钱也快打回来了。对，这小钱呀，就算是进账。那公司运转的问题就算解决了。不是，咱也不能总接一些养家糊口的小活啊。要想银行啊、网络支付这块，咱得想想办法。你说这问题呢，我也在考虑。可这事儿呢，咱不能着急。大活呢，咱现在真接不着；小活呢，不能停，什么都得干着。公司呢，毕竟还得运行下去。我听说，嫂子搬到马静那儿住去了。你还挺关心你嫂子。你别在这儿贫，我这不关心你吗？行，关心我是吧？你关心我，要不这么着，你给我呢指个方向，给我画条明道。方向还得靠你自己把握，我就给你提个醒儿，过去的呀，你就让它过去，你不能拿过去来折磨现在。你看你那熊样，想想你公司叫什么名儿？这段时间我攒了一点儿，拿着吧。这张卡里的密码是啊，一凡跟他姐姐的生日。到时候你别忘了，把这个钱呢交给雨明。
老伴儿，我又来了，是来看看你。你在这儿住了已经有31年了吧？我老也忘不了生一凡的时候，你难产呐。当大夫问我要谁的命的时候，你说要孩子的命，只要孩子好好的，你虽死无憾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就一直念着你的好，我怎么敢对不住你呢？所以这些年来呀，我都小心翼翼地对待着一凡，我生怕他不高兴。只要他高兴，我就高兴；只要他高兴，我的心里面呢就踏实。可是现在呀，一凡他遇到了点小麻烦。依林还可以，活得挺好的。你在那边可要保佑一凡，也能够像依林一样的有个好命啊。还有，你在那边也要给我托个好梦，让我能够明白，就这会儿我应该怎么办。不看谁做的。爸妈，哎，快来吃饭！哎，怎么就你一人啊？你又给小韩送饭去了？是。嗯，一凡他爸送来这中药，我一会儿给煎好了，搁一保温罐里，你给一凡送去啊。我问问他。你快点啊，洗洗手，咱吃饭了。你们家相公认错来了。你不说要跟我厮混吗？那我就给赶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就接吧。我接。那我接了。你敢？对不起，我手接。喂，老王啊，江大律师正在吃薯片呢。哎，大哥，你赶紧就认个错吧，让他赶紧屁颠屁颠滚回家呀！不要再烦我了。喂。你明天回来吗？你爸抓了药，你妈说给你煎了之后，让我给你送过去。那你跟妈说一声，就说不用了。要不你回来？你还去医院吗？早点休息吧。你说，还去吗？你到底让不让我住下去了？我当然让。江大律师，您稍安勿躁啊。儿子，问了吗？别煎了，那放着吧。那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自己事儿我自己管，行吗？别人不相信我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没有不信，就是你要实在放心不下，不行我们就给他请个保姆，请护工了。那就得了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赶紧睡觉去吧。这事儿我得出马了。你要干嘛？
你没看见王玉明这态度吗？他非要自己去，他为什么呀？肯定是让那小妖精给缠上了。咱儿子心多软呀，我得跟他说去。不管他跟雨明以前怎么样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王玉明有老婆了，他要需要帮忙，不行咱给他雇一保姆。想让雨明去，那不可能。他要是有心赖着雨明，那你说他也不会听啊。那我就往狠里说呗。那咱也不知道他住哪个医院哪个病房啊。江一凡去复查的时候，不是碰见他们俩了吗？我到住院部，我一问我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我傻呀？明儿再说，睡觉。小韩。哟，阿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快躺着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别动，别动，好好躺着。怎么样啊你？还行。还真是瘦了不少，气色也不好。看你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但是这事儿吧，我还必须得……阿姨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您一点都没变。是吗？真的？比以前瘦了，保养的真好。最近吃什么保健品呢？别提了，我现在没怎么吃，不像以前那是天天吃，那状态更好。你看出我变化了吧？对呀。但是保健品他们都不信，他们说那东西不灵。他们天天见您，怎么能看出来？像我这样的，2、3年见一次，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看这腰身儿，穿衣服真好看。真是这样，你看，你看。瘦了啊，真的瘦了，你看这有曲线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。我觉得吃点保健品，把这状态调整好了，马上就可以瘦。您这妆也好看，是不是去学过呀？不用，妆哪用学呀？这个化妆跟穿衣服是一样的，你也得赶那个潮流。现在这化妆这方法每年跟每年都不一样，我挺关注的。另外一个，我在网上订了一本杂志。您还上网呢？对呀，你说要是买一本书吧，这种事儿已经 out 了。现在流行那种电子杂志。您真是比年轻人还潮呢。那必须的，我们这都是倒计时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所以活着就得有那么一个精神气儿，那个气儿头一定得有。小韩呐，我们今天来呀，叔叔啊，雨明都跟我说了，我正想谢谢你们呢，正好你们今天过来。雨明也照顾我这么久了，我怕不合适，但是他说你们也理解也支持，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也帮我谢谢一凡。我这儿虽然有护工，但是这整天闷着，如果没有一个朋友过来陪我说说话，他真的要疯了。你还记得你干什么来了吗？跟你说，太精了，他真的太精了，上来没完没了跟我说这保健品的事儿，真会戳我这软肋。咱们还没说那请保姆的事儿呢，他就先说已经请了护工了，咱们都没机会开口。精就是太精，看来这要抓着王雨明不撒手。哎，王海军，要不然去跟他说。你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要不然让咱们家闺女让王小丫去，我就不信她能说得过一个电视台的 DJ。她回来啦！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妈让她给拿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丫头，这事儿得你去。你想啊，妈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把这话说太狠了，人觉得我不近人情。你去说，你说狠点没事儿，他们觉得你年轻，个性这是。好啊，我去。我早就想见见小韩姐了。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崇拜过谁，小韩姐绝对是我绝对的偶像。你们想想啊，战地记者穿梭在战火之中，徘徊在
生死边缘，为报答父上悲情给力。不是小丫，你有点立场没有啊？爸，你也太没有情怀了吧？这崇拜还有什么立场不立场的呀？你别跟这儿气我啊！该干嘛干嘛去。阿文是第一次来做心理咨询吧？放松点。我说林太太，从您一进来我就发现了，您这个情绪啊一直非常的压抑，所以啊，您得先把情绪释放出来，放松点。我们聊聊天儿，咱聊聊过去，以前你们俩是谁先追的谁啊？是我追的他。你看上他什么？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跟他就读同一所大学，但是同校不同系。他读大2，我读大3。那时候学校里不是特别流行系与系之间搞一些联谊活动吗？我当时家里条件差，所以我就经常去校外兼职，没有机会参加这些联谊活动。我也从来没见过他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系的一个男同学约他们系的女同学一块去唱卡拉 OK， 那个女孩把他也带去了。我还记得我当时去晚了，我一推门进去，正好看见他在唱一首英文歌，歌名是《Almost Lover》。我当时站在门口就看着他，我觉得他声音特别好听，而且关键是他唱歌的时候，他可爱，他唱得特别动情。我看了一会儿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就跑到角落的沙发里坐着，我就偷偷的瞄他。她真的很美，特别是她那双眼睛，她眼睛会说话。你呢？我知道他在看我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。我知道他在看我。很美的一见钟情。说到这首歌，我们现在放一放。您二位啊，就这么坐着，彼此看着对方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感触。干嘛非得要互相看着对方？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爱上月亮，美得落下了一点光，不想回家，独自等天亮。只是偶尔我想，依偎着那段时光，有点荒凉，有些难忘。爱是泪光，让回忆扯得又扯不断，挤满胸口，都尽是心酸。你教会我习惯，你走后我还珍藏，有点失望，有点感伤。我习惯了你的习惯，黄昏后的孤单。我习惯了你的温暖，我眷恋着不完。什么叫不对等？什么叫不对等啊？凭什么要让我烦心？10几年的感情是让你给毁了，
林太太，咱这心理咨询还没有结束，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呢。不必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我来了，这是我们公司旁边啊那个杨妈妈家常菜做的，特别好吃，能让你尝尝啊。谢谢。哎呦，这是有人来看过你了？哦，刚才叔叔阿姨来过。他们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就是过来看看我，让我好好养病，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和他们说。你老是过来照顾我，一凡不生气啊？他呀，有点。要是我也不高兴。你看啊，你呢现在伤成这样，咱们就算是普通朋友，我也不可能看着你不管呀。别想多了啊，别想多。那我就没心没肺的接纳了。嘿，在国外那么久，还从来没有被人照顾过呢。这冷不丁的有个人可以依赖一下，感觉真好。你看你平时也不是一个喜欢依赖人的人，是吧？玉明，哎，这几年你写给我的信，我都看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回？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让我淡忘掉一切，后来发现我错了。又出什么状况了？我去心理诊所了，人怎么说？说我情感压抑的太厉害了，得要先释放出来才能解决问题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你这么忍着肯定要出问题。那现在挺好，你就接着去嘛。不去了，直面伤害，让你死一回再活过来，这谁受得了？不去了。良药苦口，你不是还想跟林伟过下去吗？理性上是，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告诫我自己，要承认，林伟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男人。我们的感情已经生活化了，我要努力调整我自己，适应现在的他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要努力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就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跳出来。凭什么呀？我越努力越觉得自己不平衡。我觉得这种关系好像不值得我这么去做，修复好了又怎么样呢？再让人失望怎么办？那你是想放弃了？如果两个人之间信任出现了危机，感性判断、理性分析都不如现实来的直接和突然。不想让我自己再这么纠结了。
你等我打个电话。你好，我刚才收到了一条你发的信息。对，有这个需求。我想跟你见面聊一下。这是之前咱们谈好的定金。好，您放心，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你。如果没有什么情况，我每天会给你发一条空拍短信的。咋了？昨晚又3点睡的？别自虐呀！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儿冲你们家老王去。跟他没关系，我是在成就自我。你这是典型的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。喂，依玲姐。一凡最近怎么样啊？不好了，神经了都。还有上雄安远等着我呢。哎，喂，喂，干嘛呀？明明，哟，要出去啊？我问什么？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明明，我就简单跟你说2句。我知道你跟一凡，你俩还有别的问题，但是看2个人都生病住院，你的这个用心对待的程度就不太一样啊。所以呢，你跟一凡，你们俩其他的问题，也得看你是不是用心去体谅他。你别误会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讲大道理，更没有埋怨你的意思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我这个妹妹啊，从小被我爸爸宠惯了，所以呢，她的脾气性格就比较较真儿、任性。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跟她生气，我不向你道歉。而且我也相信你跟小韩不会有别的事儿。我妹妹这边就多担待担待。总之就是希望你们俩能好，这是我，也是我爸爸的意思。啊。案情其实很简单，启明公司01年注册了商标，但是他们没有使用，而瀚海在05年开发一款产品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商标，然后被启明告上了法庭。于是瀚海就从深圳启明的手中购买了这个商标的使用权，所以瀚海他们拥有的也只是这个商标的国内使用权，而在海外部分，如果广州分公司没有授权的话，他们就没有使用权。但是现在瀚海非常急于把这个产品推向海外，这对于广州启明来说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瀚海这款产品的海外估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交易价格提到最高。这些材料都收集完了。你不是要效率吗？哎呀，我的江大律师啊！歇歇，这么干是要出人命的。放松，别紧张。放松，放。马静赵远，马静赵远。赶紧把这个疯子弄出去啊！找地方让他放松放松，赶紧！我查这个东西没费劲儿，您放肆，真的！哎，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老婆，你别纠结了，字我已经签好了，就差你2个字。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我没那么多时间，我时间很宝贵。就这样吧。明天上午我在民政局等你。马静，等着。
再见。结婚让我等，离婚也让我等是吧？那么你再给我2个月的时间。对不起啊，我不会把时间留给你，让你去比较我跟另外一个女人。就今天，你赶紧过来吧，我等你。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了吗？时间它可以……不是不给你时间，王宇明，我真的不想每天在这边想你在干嘛，你在哪儿，你跟小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小韩哪个人在你的心目中最重要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是我相信我们爱过，对，我们也快乐过。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爱，这都是真的，我真的特别相信。但是在小孩面前，我觉得胜负已经定了吧。我也不想再纠结了，我也不想每天在这边挣扎了。你赶紧来行吗？我真不像我姐，我没那么坚强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赶紧过来行吗？你赶紧过来，我们早就把这事了了，行吗？应该没有。那他每年都体检吗？对，每年都体检，但没说有什么问题啊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刚醒。哦，哎，什么问题啊？疲劳过度、脑供血不足、情绪起伏，这些都有可能。我建议啊，还是留院观察一下。你醒了？我不住院，听医生的呗，就1-2天。一凡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包呢？我带点马金给我把钱送过去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真是问过了，人派出所说呀，没有人捡到四路派出所。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好好躺着。你先告诉我，一共有多少钱呀？那袋子谁都没有打开过，谁知道有多少钱啊？那你就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数字。大概10几万吧，今天就得要。算了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不是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找你姐姐又？她帮的够多了。你放心，反正不是找你，你也管不着。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现在我可能不管你吗？是不是挺后悔的？没有拿到离婚证。不是一凡，咱俩能不能别一张嘴就呛呛的说话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了。反正打从一开始，你也
没怎么担当过，所以现在我俩也别矫情。这事儿我自己负责，你管好小韩就行。哎，郑鑫，哎，我问你，现在啊，那个公司，现金有多少钱？啊，这么着，你把那现金啊都给我带上，我要用。哎，陈涛，那天你不跟我说你想着急买辆车吗？啊，我那车你还想要不想要了？我急等着用钱，你要的话呢，车我就给你了。对，要不咱俩今天办一下过户手续？就是急等着用钱嘛。那成，这么着，咱俩过户大厅见。喝点吧，养好了身体，才有力气去处理别的事情。怎么处理啊？我连丢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肯定不下10万。别是瞎猜啊！你说你也是，非得这时候折腾。启明那边来电话了，要约你见面了。啊，那我打个电话告诉他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这么一闹，再加上瀚海公司弄出这么一出来，你说今天这例会你也参加不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别琢磨了啊，好好养病。怎么办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黄老大会处理的，那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想办法啊。怎么想办法？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去啊？我卡里啊还有定期，一会儿去解冻一下，10万肯定有的。那个，我吧这些年存了点私房钱，大概能有15万左右，肯定够了。不过啊，谁也不许告诉你嫂子。我也有，一凡姐，你放心吧。谢谢你们。怎么了？这么急啊？哎，回头跟你说，走走。不是，你要是着急，我就先把钱给你打过来。不是，咱俩先把手续办了，办了之后呢，就踏实了啊。来，这道手续归你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先给我媳妇打个电话。嗨，媳妇儿，咱卡上那钱不是说今天到账了吗？哎，你什么脑子呀？你可坏别人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哎，行，我不火，你也别火了啊，回家说吧。哥，我这边有点小状况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钱今天本来是到账了，然后我媳妇拿去做理财，她把时间记差了，这还有20多天才到账呢，所以这钱就一时半会儿过不来，要不咱俩把手续办回来，然后卖别人得了，卖别人吧。那什么，不用了，这样吧，你那钱到期了，你再给我吧。你媳妇儿大着肚子，没车也不方便。我给你打一欠条。不用，咱俩这关系还用这样吗？这么着吧，咱先回医院。哎，钥匙给你啊。
怎么了呀？我这刚发了工资，交了房租，还有几笔款没收回来呢。这就1万多块钱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谢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事打电话吧。走吧。过来了，哎，钱都已经还上了。啊？他知道你公司的情况，所以不会怪你的。赶紧上去吧，跟他说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让他安心的休息。把这个带上去，拿着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上去啊！谢谢啊。对不起啊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跟你说我丢了10几万的时候，你没说话，中午也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吃完饭一个人爬起来洗碗，那时候觉得头特别晕。你在照顾小韩的时候，应该没有让他洗过碗吧？要是他跟你说他丢了10万，你一定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没事儿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反正明天我就要出院了，你也不用照顾我，去照顾小韩去吧。你要在这儿啊，我也好不了，我也不想再晕倒在大街上了。出这么大事儿，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没事吧？现在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有马竞吗？他是你姐，我是你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吃醋了？哎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河马皇说了，启明那个案子推到30号。啊什么癌呀？让你休息一下还不好？就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再出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这案子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你现在这样去，肯定得吃亏。这河马皇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心还挺细啊！哈，行了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别杵这儿了。雨明没来啊？姐，你又要开始给他上课了？这什么叫上课啊？这是经验和教训。要是成为再生女，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！姐，你能不说这个吗？河马皇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这么着，姐带你出去玩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温泉。那你们家怎么办？小莫交给他爸呀。别人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放咱爸那儿。哟，这该看上书了啊！什么书啊？这是？你看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国内第1本精神病访谈手册，心理学、哲学。哟，您这弄这么多书啊？设计心理学。9型人格，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看这心理学的书了啊？我好奇呗，好奇自己，好奇这个世界，好奇物质世界之外的规律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觉得以前的你啊，又回来了，这始终是探索。这个呀。也是精神病的一种。对你说的，行，看到你这样啊，我就放心多了。
你过来看我，不耽误工作啊？耽误也得来看你啊。不对呀，我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开公司嘛，哪儿都没事儿呢。你看书吧，我帮你打点热水去啊。帮我拿点药吧，营养神经的药没有了。行，我让大夫给你开。哎呦，真舒服！你再下来泡会儿。我的直觉是，你跟王玉明这婚离不了。你就那么怕我变成再生女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啊。如果没有小韩这档子事儿，王玉明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俩呢，只要能迈过这个坎儿，继续下去，那就是幸福生活。除非你不想再结婚了，想一个人过，但这也不现实，对吧？你也说了，要是没有小韩这事儿，我跟你小韩这事儿就已经摆在了，你觉得这坎我能迈过去吗？再加上我跟雨明以前那些事儿。但是小韩这事儿，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吗？有没有站在雨明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呢？感情可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时候，中间那点灰色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啊，就是不能放下你那份骄傲，去体会这份灰色。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份灰色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婚姻真的不在于完美的开始，而在于完美的坚持。别想用事业来填补一切，家庭是第一位的。当然了，还要看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。我想妈了，长那么大，我就没见过她，在我心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周围那些女朋友，每个人生活遇到问题，谈恋爱、结婚，都有我的妈妈在旁边陪着，帮他们支招。王小丫也是，就我没有，都是你在当妈吧。我对妈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看过她的照片，知道这是我妈。你想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？以前不知道，前2天在墓地偶然间听爸爸说到的。妈妈的忌日就是你的生日那天。我小的时候被医生诊断为得了一种什么样的不治之症，这样妈妈才有机会怀上你。她就是在生你的那天难产走的。妈妈走的时候只有唯一一个希望，希望你能带着她的那份爱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妈妈小时候教我的这首歌，你还记得呀？巴鲁巴鲁巴鲁，嗦啷个哩个巴鲁，嗦啷个哩啦巴啦哩啦哇，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，嗦啷
到了，醒醒。泡2天温泉，人都泡懒了。记住妈妈的话，啊。知道。我回来了。耶 ，no， 还有2天，还有2天，漂漂亮亮把这个活给我干好了，要不然我开了你。要完不成，我自己辞职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对啊。好，别到时候怪我心狠手辣啊。OK。哎，听说一凡前2天把钱丢了。哎，你把车卖了？卖了也没帮上忙。不会吧？车卖了还不够？我这刚买完房子，兜里面也没什么钱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不用，你呀，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啊。还有，小丫最近没给你找麻烦吧？嗨，我这心甘情愿。哎，怎么着？有事儿跟我说。你没发现刘毅最近工作不太积极吗？本来我不应该这个时候跟你说的。你说一开始啊，大家来这个公司都是要有一个奔头，结果中间走了一个。你现在呢，心思又没放在公司上，公司要再这么运转下去，我怕刘毅也走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忘了跟你说了，哎，你呀，把这个医院啊好好的了解了解啊。友恒医院，我准备跟这医院合作呢，给他们做一个叫电子健康档案。健康档案？哎，现在这个电子健康档案的市场啊特别大，咱们呢先从一家做起。我就想了，先从这友恒开始。这友恒啊，在信誉上特别要求品质，如果能够把他们做好了，其他的医院都会认。哎，这一单来的太及时了。你呀，趁几天也没事儿啊，把这个好好的了解了解，别回头跟人谈的时候啊，一问咱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那个不用担心，咱把这个做好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对，忙起来，忙起来就有钱了嘛。泡温泉，住小木屋，还钓鱼。后来来了一个公司，他们在那儿搞篝火晚会，又唱又跳。我跟一凡也混进去，还蹭人家酒喝，玩得挺开心的。你就一点都不想家吗？家里还俩活物呢。偶尔会想啊。回来一看，你们都挺好的嘛。小莫在我爸那儿还学会下象棋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本来老以为这个家里我最重要，谁都离不开我，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想过几天再出去玩一趟，你不反对吧？想去就去呗。我要如果成这么一个贪玩的老婆，你不会休了我吧？喏。不会。你洗个澡吧，我等你。好。我睡衣呢？你把我睡衣搁哪儿了？问你话呢，我睡衣。问你呢，睡衣。你这2天都没回来住啊？没有啊，我天天都回来住啊。我走的时候把睡衣叠得好好的放在这儿，现在他们还在这儿。我们公司这2年太忙了，我又回来太累，我连澡都没洗，倒头就睡了，连睡衣都没换过。你别骗我了，
你从来都没有不换睡衣就睡觉的习惯。我们在一起16年了，我太清楚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是去他那儿了吗？什么？我去哪儿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秦山那儿了？你说呀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！你不是告诉我你回来了，要跟我在一起，跟他断了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可以回家，可以重新跟我在一起？你不是告诉我你回来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够了，别说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够了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他本来是要断的，是你不信任我，是你找人跟踪我才决定跟他在一起的。我们之间连夫妻最起码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你和我现在都变得很敏感，我不想再演戏了，我不想演了。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，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。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？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会这样，他们都是会背着老婆去做一些事情。其实我已经接受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可以没有问题。只是我希望你能回来，真的，我已经可以原谅你了，我不介意，我真的不介意。听我说，这不就是玩玩而已吗？我已经打算。我跟他不是玩玩。我爱上他了。现在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都快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不想再欺骗我自己了，不想欺骗你，我不想欺骗任何人，没有意义了。我人快崩溃了，我这里快崩溃了。对不起。刚查到一个消息，国外有一家公司也准备推出跟汉海类似的产品。对，是个好消息，我再核实一下。拼命三娘回来了，预计的价码又可以往上抬了。启明这回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以前阴差阳错注册的商标，这回可是值钱了。刚要谈啊，这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公司又逼了瀚海一把。所以现在瀚海更着急解决商标问题，推出产品，占领海外市场了。江大律师，这回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你啊！河马王这回可是割了心头肉了，之前有多少人盯着这个案子？你要是做不好，他肯定从你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我像做不好的吗？还狂起来了？没把握的狂那叫可笑，有把握的狂那叫自信。退下吧，本宫还得赶紧把消息核实了，越细越好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江大律师了。如果这个案子谈成了，即便你跟王宇明之间有个什么事儿啊，自己也有个奔头。我也想看看，我是不是只有事业就行了。加油！
你懂的啊。我们俩也什么不说了，你懂的。怎么你们仨我突然就得都懂啊？赶紧的，别迟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别给我弄砸了啊！哎，要是进去的时候呢，别紧张，有什么跟人说什么啊。我知道，你都说多少遍了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一会儿都让你说紧张了。哎，这单如果要是下来了，那咱们公司是要资金有资金，要资历有资历了。这我孩子奶粉钱倒是能不能不叨叨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好好谈啊，走。这回就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。您好，我们是广州启明。哦，江律师又见面了。手下留情啊。请坐。我不该就这样走远，假设了千万遍，又如何能改变？我们的这些天，我会想你的脸，怎么说再见？画面冻结在一瞬间，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，彻底把过去在心底抹去。如果说那幸福不过都是错觉，为何用微笑留在照片里？江大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啊，我这公司啊，就算有救了。这个价位啊，我之前想都没想过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不客气，这我应该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之前呢，我也有一个心理价位，但是比这个要低很多。原来我想啊，只要你能做到我那个价位，就算很不错了。这样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说，请你吃顿便饭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还想在这儿再坐会儿呢。啊，那我先走，谢谢你，下次我们再约。好啊，下次、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，黄主任叫你接这个案子，刚开始我死活不同意。就这个数目啊，明天媒体都会上头条。江律师，你不仅让我一个人惊讶哦。谢谢。喂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咱们公司现在又有资金又有资历了吧，对不对？我孩子奶粉钱解决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到时候我就买一个农场，养一头牛。我儿子是一边挤牛奶一边喝牛奶，绝对纯天然。啊，做梦呢吧你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别太高兴啊！我这合同啊送回公司去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先别问了啊！哎，到时候我替你买头牛啊！江律师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启明那边肯定给你跪了，给你跪了。哎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怎么着？我这被拍打都不应该。
记得您当时是怎么说江大律师的？我记着啊，来再来，我就给你开了。我记得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就在这儿说的。口误啊！采访一下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我就觉着空落落的。装吧你就！不是，你真不知道，我刚把那个合同签完的时候，我整个手心直冒冷汗，我特别兴奋，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么大会议室里面，我就想。这事儿我得告别人，我得找人分享啊！然后就开始翻电话本，我电话本就开始从头翻到尾，我从头翻到尾，我从头翻到尾，我就没有找着那个我可以打电话的人。